我们都知道原神是个难度不高的游戏，而今天咱们直接拉满难度，也就是全程禁止任何回血、任何复活。中途角色死亡，那么这个角色就再也不能使用，把原神完成生存挑战。具体规则如下：一、禁止任何回血，只要你能想到的任何回血方式都禁止，比方说食物回血、神像回血，如果你不小心回血了，后面得扣掉回的血。二、禁止任何复活，在秘境内死亡也同样不能复活，你的角色只有1条命的机会。三、不允许临阵脱逃，只要你进入了战斗秘境，那么你就通过和全队死亡的选项。本次挑战禁连击。规则就到这里，那么让咱们正式开始吧。靠近神像第一件事，直接将这个选项关闭，禁止任何回血，当然也包括了神像，避免以后不小心回到血。这里打火史莱姆注意别站在草地上，不然会被草地燃烧扣血。我这里还作死去尝试了下，可以看到这个掉了的9血就永远不能补回来了。然后很快咱们也是到了祈愿环节，在这个规则下盾角色会非常好用。我这边是正常选择新手持，老米多来一点角色。我超一发出金，让我看看你是谁。我是七七，是个僵尸。这是我开了这么多号第一次新手持的出金，但是由于禁治疗，七七理论上 E 和 Q 都不能放，基本上没啥用。这个时间还附带女仆和芭芭拉，我感觉我被老米看透了，疯狂给我出治疗角色。过本的时候有试用就用试用，因为保不准被哪里的小怪给蹭了一下，那么血就白掉了。我大概搞懂了为啥有些东西可以附着上冰，它的底层代码在这里。可以看到芭芭拉用水是不能让机器停下来的，我估计当时闪速说让它停下的效果必须得元素附着，所以这就导致了后面很多东西套用这玩意儿代码，达成了冰附着的特殊性质，像质变仪啊、矿物啥的都能挂上冰。这里我也是老老实实铺冰，因为如果掉下去我得全队白掉10%的血。我也是光速完成了门的第1章，相比于我之前的挑战，前期真的太轻松了，不再需要逃过各种秘境的感觉真好。我在做任务的途中突然想起来，有些角色好像天赋自带回血来着，比方说我现在的主力凯亚，也就是说凯亚只要突破20级，那么我将不再能使用1技能打怪，看来我的凯亚只能卡在20级了。说起来角色头上这种金色的问号好像现在都没有了，认为也算是早期设计了。中途打怪我也是难免被怪蹭到了1-2下，前期的掉血其实勉强可以接受，毕竟伤害不算高。中间我又抽出来个没啥用的角色，由于行修的天赋是自带回血的，与连剑破碎会回血，所以最多只能当白板单手这角色来用。然后就发生了让我心在滴血的一件事情，这里是强制进入剧情了。当我看到史莱姆还在跳，我就顿感不妙，不要打我啊，求求了！我这也是最快速点剧情，但是很可惜这里派门话贼多，我这里也是被派门硬控10秒挨揍。可以看到我也是被白嫖了300血，只有当你无法受到治疗才都能回血的珍贵。这里我角色都升级了，但是升级回血同样是不允许的，所以我这里得去自己烧自己血量。最前期打怪基本上都不会掉他血量，因为怪很脆，几下就死，所以容错率很高。我真的超喜欢迪卢克，因为他的试用机会超级多，而试用角色打怪是我唯一能喘息的地方了。用别的角色打怪掉一点点血我都得心疼半天，试用角色我直接撞到怪攻击上面去。这里是门德主线第2章结尾的秘境，此时我主角已经掉了600血了，600血其实可以理解为生命上限减少600，只能说难度已经在慢慢增加了。这个活法是蹭了我一下200血就没了。然后咱们也是完成了门德第2章。我的操作习惯都改变了不少，比方说这里我应该正常分烛火扩散破盾的，但是这里草地太多了，我只能去扩散冰，只能说在我这个挑战里面火角色被极大限制了。我发现这个对话有 bug， 看到我角色身上的火附着了吗？明明我一开始没站在火堆上的，但在过盾化的时候居然把我角色烧了一下，生命上限又减少了。我感觉相应传说任务里面的极冻树血量应该调过，应该只有外面极冻树的1/2。激动树，激动树，好吃的激动树，激动树。做完能做的任务之后，距离升到18级还差很多，只有升到18级才能继续主线。所以我这里是探索大世界，为大家清体力。这时候我发现结晶真的太好用了，只是错挖一直想让玩家去捡结晶，没想到在我这里实现了。我现在基本上看到结晶都会优先去捡。我发现了这里的剧情伏笔，深渊教团集都白之公主和六侏儒，而这本书的六侏儒就代指5个罪人加代因。这里深渊法师说的话里面，那个秘密也在咱们的4.7版本中展现了，只能说老米你好深的坑。这期的4星都还不错，所以我打算抽出托马去停手，毕竟高贵的盾系角色。塞尔斯其实也蛮不错的，也是高贵的攻角色，还附加一把敌剑。然后我用塞尔斯突破的篮球再抽出卡维，说起来卡维好久没复刻了吧。结果拔牙涉水耗时3小时，终于18级。咱们继续主线。由于我早就知道这里有个活法师，所以我也是换上芭芭拉来打普攻，只能说我已经太熟悉主线里面的怪了。
风火龙这里的主线战弹幕特别难全躲，其实就相当于强制扣血了。这里我总共被打掉了500血左右，只能说打在觉得身上痛在我心。二阶段没啥好说的，毕竟有温迪试用可以用，也是很轻松拿下。至此蒙德主线完成喽。玩完主线之后，咱们领下芭芭拉一命。芭芭拉，芭芭拉，芭芭拉，芭芭拉。接下来一章需要从19级到23级，又是漫长的干地图时期。这里我连草种子都不敢靠近，毕竟我主角已经只有半血了，感觉已经快到怪的斩杀线了，咱们还是得留点容错率。到了2级之后，也就结束了深渊和新活动。说起来，新活动非常适合我，给的资源多还不用角色打架，前期的经验书可太重要了。作为一个转世好几次的超级老登，这里我也是摸出了诀窍。虽然系统提示你打怪，但是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玻璃窗先打碎，这样就不需要打大宝了。狼王如果没有圣角色，那会有点难度，毕竟他有些技能是无视闪避的，总会被蹭掉点血。我这边是花大概半小时把活动清空，然后我发现活动里面的怪待机居然还有语音。哎呀，要什么时候才能宝藏呢？宝藏在哪里？用魂诺给的原石抽出来班尼特70%的血以上不会回血，所以还是有用的。因为后面可能会用到大洋葱，所以我这里打心做掉森林书前置，然后我的血条就变成这样了。对草的人一刀砍了1000血，更可恶的是我还没录到，我还深刻的记得那背后的一刀。你记得约等于天下无敌这个成就吗？它寿命是需要3个盾的，但是我发现原来多个绝对盾也算多个盾，比方说我这里也能触发。这里是只有女仆盾和结晶盾的。一段让人肝疼的音乐，这个也是耗时5小时，终于到达23级。接下来就是璃月了，咱们挑战也得先告一段落了。蒙德篇总结时刻，主角掉了6000多血已经岌岌可危，凯亚掉了1000多血也快退休，别的角色大多只掉了100-200血。这是我目前的角色库，中间我也是把班尼特拉到了能打的地步，不过班尼特本质上只有30%的血可以用。其实这挑战我感觉蒙德结束了才刚刚开始，因为后面的怪客不会跟你嘻嘻哈哈，人家一巴掌就是1000血往上。好的，蒙德篇彻底结束，总共耗时10小时51分钟。视频制作不易，请大家去关注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